夫妻金钱观大对决，钱的部分他真的很笨。那你为什么要用我的账户？针锋相对，火气大。我都没穿这么好的鞋，你就不能穿这么好的鞋？这个公积金用了我会让我很不爽。花钱需要被管吗？他常买东西都不穿不用我的。看着他我也爽。自己赚的钱自己花，这是可遇不可求的。是真的是公道的客观的专家吗？夫妻为这笔钱大吵，其实问题出在这。打完折之后才1000多块，转身要买的时候他就是你很多了。他的衣服之前太多了。他说如果我再乱买，你要阻止我。我说我会。而且我阻止他，他在跟我翻脸。可是他没有想到你真的相信了。对吗？当真的。欢迎。欢迎收看《女王大人》。晚上好。晚安。夫妻间小至柴米油盐，大到投资理财，但凡跟钱有关的决定，都可能会成为争吵的导火线。今晚我们就邀请到2对夫妻，他们对彼此的消费行为都有看不过去的地方。到底这些钱该不该花呢？今天我们不止主持节目，也主持公道。我马上先欢迎他们。先欢迎老公代表。老公代表，欢迎侯尚明 Michael。欢迎老婆代表雅兰姐、浩如姐。欢迎两位。很好。为了给观众朋友提供更多不同面向的讨论观点，我们女王大人节目呢是加量不加价。从现在开始正式加入女王团的代表，他们来自社会上的各个不同领域的 KOL。好好来介绍第1位，亲子人气网红陈燕婷，欢迎。又来了 ，Hello。第2位海伦，嗨，大家好。第3位 Kelly，欢迎。这个燕婷她已经2个了2个儿子，已经2个了，看不出来。海伦几个？2个，两个儿子，对，也都是儿子，哦，太好了。 Kelly 一个女儿啊，对，可爱。我们今天要聊的呢，都跟家里面这个有关系哦。来，我们马上的第1个环节，夫妻间谈到哪一条钱最容易吵架开战？Michael， 听说你们的钱是分开来的，我们钱是分开的，一人一半，也没有说一人一半啦。其实我们有一个相处的默契，有共同账户，有共同账户啦，有共同账户对啊，然后其他的是自己包，其他就是自己花自己。是对啊，那雅人他们侯尚明这家呢？我们比较复杂怎么复杂？能够复杂，能够复杂到哪里？大部分我们2个所有的所得，我们就全部在一个家庭的账户里面。但是呢，他常常要跟我吵说他要花他的钱，然后呢，我有跟他说，我一定要有我自己的私房钱，因为如果哪一天老公不要你了，或者是外遇的时候，我是不是要有要有自己的钱嘛？你放心，他会有遣散费啊。遣散不是遣散费吗？他3个月前会通知吗？会让他有心理准备吗？所以会有还是有各自的钱，就开着自己账户啊。我有开，可是他很贼，他非常贼，因为呢，我觉得这个要奉劝所有的女生们不要被老公骗，因为呢，我们都是用同一个银行，然后呢，我在不同分行有不同的账户。那我想说，我存我的私房钱，然后呢，他就说，我跟你说，现在可以把它整合了之后呢，你就自己在手机里面全部都看得到。大家不要傻喽，你看得到，他也看得到哦。所以我的钱他通通看得到。侯尚明，你这个东西不是我觉得他就是一个白痴，因为他在生活上面他是个天才，但是在理财钱的部分他真的很笨。他怎么玩得过你啦？不是，我没有玩，因为比如说我们都在女王银行，女王银行所有开的账户，不管任何分行，你登入网络银行之后，他管你哪个分行，是不是所有的账户都啪啪全部跟你有关的都会跳出来。那他搞不清，还以为是我去偷看。我说我不是，我说我打开我登录就全部都在。那你为什么要用我的账户？我不，谢谢，没有问题了我们没有问题，我们不听解释了好不好？好，我相信你马上就会收到遣散费了好，哪一条钱最容易吵架开战？好，我先来。我跟他的话是这个什么？对女儿的花费。那你也可以对儿子大方啊。但我不觉得让我现在要这样子随随便便。再这样下去就变真理姐了，因为他们现在不会赚钱，他完全没有那个观念，他随随便便可以带女儿出门，
然后去文具店回来，两个人就是很贼，然后女儿就会把手放在后面，然后进门看到还会从墙壁旁边这样偷看我，然后我就说你要去买什么？爸爸给你买什么？没有啊，没有啊，这样藏着，你知道他会帮他在文具店买一支笔350块的，那是什么笔啦？350块，我买过最贵的是100吗？对他买一支350块的，有 GPS 定位的，其实没有啦，他那个我跟你讲，他那个笔真的是非常厉害，真的有电极的，它有4色，它可以变换4种颜色，统统都存在一支笔里面，而且它压的时候非常的顺。另外压这个，它马上弹起来。哪个哪一个啊？每个都哪个笔压下去不顺啊？对呀，你不觉得很扯吗？因为350块一个上班族，我可以吃个2餐呢。对，如果我一餐160、180，我也可以吃个2餐。你让他觉得一支笔350块没有这个金钱观念是不行的，而且小孩子常常不见。你文具这种东西，圆珠笔，你不就是要买最便宜的，去学校换别人贵的吗？你怎么可以当做自己？郑启，我刚刚有听错什么吗？什么叫去学校换？大概跟哪里换呢？他跟人找橡皮擦，他想说自己的不见了，隔壁有他也拿隔壁，他会发觉哎，隔壁的是他，就是互相这样子嘛，那大家都不计较。所以那个350的没有换到70，这也是台湾的一种人情味。台湾的人情味是这样，你不用那么。我有听到什么吗？这是一个价值观偏差的家庭吧？你们这个就吵了吗？问题是，我想他还会带他去文具店，上个礼拜还带他去文具店买了什么？一个 Lisa 的 CD 实体 CD，600多块，700块，好像680吧。Rapping 的 Lisa， 对，个人的专辑，个人专辑。然后重点是呢，现在小朋友都在听 Spotify， 都是用他们的 iPad， 对，都串流了。然后我就问他说：“你现在 CD 拿回来，你要放在哪里听？又没有得听，买 CD 干嘛？”然后他就打开给我看，他就是为了里面一张小卡片。哦 ，Michael 也帮他买。而且他还在文具店的时候 ，Michael 还传讯息问我说：“你女儿说要买 Lisa CD， 我还跟他讲说不行，太贵了，不行。”还是买。对，那他问你干嘛？没有，你真的回得太慢了。对啊，他问我，你真的回得太慢了。我问你的时候，东西我真的没有办法接受。5分钟你才回，那已经付钱了。但是我儿子哦，如果要买一个球鞋，因为他们现在打篮球啊、跑步啊，在学校国中生，而且磨得很快，磨得很快。但是儿子跟他讲说：“爸爸，我可不可以买那个鞋底防滑的？然后我上面要有一点防泼水，我的表面是有点防泼水，然后一找大概3500、4000起跳这样。然后他就会说。”你买这么贵的鞋干嘛？你才几岁，为什么要穿到这么贵的鞋？他说我都没穿这么好的鞋，你就不能穿这么好的鞋。可是对我来讲，那就是儿子现在在发育，他整个体态，他要运动，他要整个脊椎都要长好，这个关键啊。儿子有几岁了？国2啊，14岁啊，而且要打篮球什么的。就是啊，你这个脚发育不好，扁平足，脊椎侧弯，难道你要变成新2代闪兵团吗？哇，敏感哦。健健康康，我们为国家效劳。跟你发完了是不是？对，没有啦。其实我觉得交换这种东西有点太过分了，不需要嘛。其实我跟女儿这样，她也给我满满的情绪价值啊。因为平常1到5都在上班，那6日的时候，难得我女儿说：“爸爸，可以带我去文具店吗？”我当然就很开心。可这个钱他也要出一半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不用，这不用。然后我们知道文具店以后，他就买个笔，那又怎么了？才350，整个这样花费下来也不过700、800块，就不到1000块钱啦。对爸爸来讲 OK 啦。对啊，就还好。然后我这样带他出去2个小时，浩如也开心，而且他还敢讲我，他带女儿去抽盲盒，盲盒一抽整组的蜡笔小新，我看那个蜡笔小新全部大概就3000多吧。杨浩如，然后为了放这些小东西，怕它丢掉，他还买了一个展示盒，还会发光。哇！这个怎么啦？好可爱，好贵啊！我的笔不可爱吗？我的笔好可爱。这个多少钱？这个多少钱？3000啦。没有，这199啦。但是它里面的蜡笔小新这些，这个蛮贵，一套8盒。8盒，然后保证是不一样的东西，这样。他一次买整箱。那你刚怎么没讲这个？没有，因为我带女儿去买，但是女儿她说她要用她压岁钱付给我的。啊，他给了吗？她给啊。哦。就是女儿是用但是这个盒子199是我帮她。今天又回来买，全部就是同一组吗？哎，他这么小就有扫货的习惯了。我是不可能帮她买8个，他全拿哎。他就是要买这个全8种类，他今天他8种就会组成一套是吧？
就什么家具都有。因为这是散装的，很容易把它付的吧？是不是有问题？他说他要把它，你要怎么付这个钱？你说？就是用我的家里自己存。你很漂亮呢。还有今年压岁钱是吗？红包。哇塞，你看他太狠了。然后顺便把我的那个钱包里面清空一下，因为我钱包已经不够。哎呦，钱太多了。钱包里他不说钱包里面钱很多，他钱鼓到装不下了。你到底给他多少钱啊？这好羡慕哦。没有，他那个就是里面都是100的啦，100的可能有40张他就爆了。哇，哎，这么小，4000，这么小压岁钱4000很多。对啊，那这个观念也不太对。然后4000块的压岁钱就一次3000块就买掉了。结果最后儿子那个球鞋到底有没有买给他？我买，有啊，我买的，我买的。对啊，我觉得像这个钱，比如说刚 Michael 说，哎，1000块不到，那我们2个男人的想法可能就不太一样。我不会用我们大人的价值观去看待小孩这个年纪的价值观。我觉得700-800块不多啊，可是小孩子这个年纪700-800块很多。对，我会这样子去想。对 ，Michael 开战的那个点，给我们看一下。生活用品啊。那就有公积金啊，公费买的啊，没有，就是这个公积金用了我会让我很不爽啊。对，原因是什么？你看，就是他刚刚，譬如说帮美眉，你看他在扫货那种感觉，你知道吗？像浩如他买东西，他就是譬如他现在身上这些衣服，他就包色。好，这件衣服有3件颜色，他就买3件。他如果他是彩虹的颜色，他就买7件。299而已是怎样啊？是350。包也一样，他譬如看到包夜市的包，他也是看到3种颜色，他也是买3种颜色。好，这些东西我就算了。好，就譬如像一些吃的东西啊，譬如小孩今天喝到一个养乐多，小孩说哇好喝，他就去买24瓶。那你觉得应该买几瓶比较好？我就觉得要喝的时候再买就好，因为你看现在6瓶上，那不就每天都要出去买？也不要每天嘛。我跟你讲，不是重点是，现在台湾很方便啊。你看他那个24瓶，然后就喝个6瓶，然后剩下都过期。然后你知道最后是谁来清吗？我一个插洞倒了16瓶了。你要把它倒掉嘛？过期了，对啊，过期了，你总是要处理啊，对啊，就过期啊。太多是不是？那你就要去骂你的小孩，为什么他说想喝，可是买回来他不喝，而不是骂买的人哦。可是你买那么多干嘛？你不是买1排就好？没有啊，因为他们说他们喜欢喝啊。那我们家有2个小孩子啊，2个轮流喝啊。而且大的比较便宜。没有，对，大盒的比较便宜。对啊，大概就是他想要比较。可是小孩子很奇怪啊，小孩子是你买这个东西回来给他，他就不喝了。然后牙膏一去买就是先来个10支，漱口水先来了10瓶，他就是这样子啊。然后我就会跟他说，你为什么用大卖场的方式去买了？对啊，买越多越。我跟你讲，这种东西就是你牙膏一挤完没有，发觉库存没有，第一个小孩会来找谁？妈妈怎么没有牙膏了？妈妈哪里还有牙膏？什么第2件8折，什么第2件9折这种，对不对？那就买2件就好了。可能囤个2支，然后剩1支再去买。哎，这个东西就是在你出其不意的时候，它就没了，就会没有。对，这很奇怪，妈妈我们都特别容易好像活在战乱时代。对啊，而且有很多的柜子全部都是塞满的，那有些还要放在外面，放在地上。危机意识。亚楠也是，哇，那他哇，好笑了，是我在用吗？是你买给你们用？对呀，牙膏是指你没牙齿啊。你用的还比我多。浩如姐，人家要吵，让人家吵，你不用参与在里面，你先休息。你请稍待，这位高贵的妇女，来怎么样？来？没有啊，比如说，好啊，那我们今天只是说讲好了，我们说，哎，今天家里只是缺了一个酱油一个米好了，然后说那我们就去卖场买一下，我们就回来了。酱油跟米很简单嘛，对，然后我们就进去了，一买了，但出来之后呢，我们绝对是一车满满的。因为他看到这，这个也来一点啊，这个饼干啊，这个也不错啊，那个我也要啊，这个调味料我买了，以后什么时候我们可以用？但是一样，很多东西到最后都没有用，也是过期啊。陈哥，不好意思哦，这个我有修改，我现在会克制，会控制。有时候去大卖场，没有一大车一小车了，没有，我说要推车吗？然后他们就说不用，我们不会买。我不会买的，我就说好，你确定？然后结果一进去，全部手拿的大包小包，然后拿出来，好像游戏节目。刚刚是谁跟我说不会买？昌明哥是不是不认识自己？不是，没有，因为我真的很喜欢吃零食，然后睡前可以吃饼干边看电视，然后睡觉，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享受跟疗愈，仪式感吗？我好爱哦。然后后来呢，我就站在零食柜前，那我会挣扎，我说糟了。
那蚕豆我也喜欢，蚕豆酥我也喜欢，哎，乖乖也好爱，哎，怎么办？我怎么选？那我就会不晓得该怎么办啊。然后他这个人在旁边就会鼓吹，他说都拿，你干嘛这边挑？你是小朋友啊。小朋友才选，大人就不要选了。然后你说的那我就都拿了嘛，所以才会这样爆一堆啊。我如果不鼓吹他买，他会挑15、20分钟，站很久，在零食会待很久，那当然全部买啊，不然嘞。我觉得这是事情都是可大可小的。对。这个架也是可吵可不吵。对，你们可能很难得听到这样艺人夫妻吵架啊。他们的婚姻生活应该也没有都是风平浪静，没有吧？没有。或许你们在心目中已经有2个字荒谬，已经浮出来，我相信一定浮出来，一定啊。我们换下一对，Lady First， 真雅来。他们是真的吵哦，他们是绝对真的吵哦，他们的脾气都不好哦，来了，包不是，为了这个要吵，对调味吵。我跟你讲为什么？因为呢，有时候像我们去日本，我有时候都觉得说啊，那汇率很低的时候，去那边买名牌包，而且我是去2手店买，是不是很划算？买到赚到，对，买到赚到，因为大概可以差价差，因为比如说爱马仕好了，你要配货1比1的配货哦，可能这个包20几万，你要配20几万，加起来就50几万。那如果你是在日本的2手精品店，可能它原本是26万，可是大概我买30出头万，大概就多5万。大概多5万的概念，那我觉得我没有要配货，我觉得这样是 OK 的，而且汇率很好，不用1比1你就觉得划算了。对，当然，因为你买不到啊，你要买还不见得有货，对，没有你要的尺寸跟那个颜色。对，那我就觉得，哎，我好想买，我那一天就背到一个那个 mini 林迪，它比较短一点，因为我的身材比较矮小，所以我觉得这尺寸很刚好，比较短。然后我就看到我老公远方，他在远方是。一个死白的眼神，对，然后我背得好开心，我就说我可以买吗？他说你有了，而且你是不是有了？有吗？没有，我有，我的确有，但是我会把我原来的那个包卖掉，然后再换那个包。可是我觉得不公平的是，他每次都跟我不让我买，然后他就说你把你的包包，你的柜子包包那么多，那你把包包卖掉，你再来买。好，我出国前我已经把我的包包卖了5、6个，那我总有资格买了吧？值得吗？那要打几折卖掉？基本上会打7折，不会增值啊。不要去想那件事情，其实不太难了。对，其实是不会赚，但是就是你女生就是常常因为而且有时候是流行性嘛，你会想要换不一样。这现在流行小包，你就会想换小包嘛。那我觉得这也是女生很正常的。重点是我自己买的包，我自己花我自己的钱，也不行哎。而且我也做到了，我把我的包先卖掉啦，然后他还是给我脸色看。而且那个先生是马来西亚人，他认识我们，然后他就说，哎，这个真的可以买，因为他说数量不多什么什么的，然后我就说好想买哦，然后你就看到一个人这样在等你，而且他会一直来回踱步这样。就很不耐烦，然后我就想说，很蹙眉头的感觉。然后我回来之后，我就觉得我好后悔，因为没有买到，因为你根本买不到嘛。对啊，这样很不公平。对，你没有买。Michael， 你现在是干什么？因为你不是啊，因为你都不让，他都让你买零食了。对啊，他是包啊。夫妻为这笔钱大吵，其实问题出在这。打完折之后才1000多块，转身要买的时候，他就说你很多了。他的衣服之前太多了。他说如果我再乱买，你要阻止我。我说我会。但是我阻止他，他跟我翻脸。可是他没有想到你真的相信了。对吗？当真的。我就觉得我好后悔，因为没有买到，因为你根本买不到嘛。对啊，这样很不公平。对，你没有买。Michael， 你现在是干什么？因为你不是啊，因为你都不让，他都让你买零食了。对啊，他是包啊。对，而且我让你买零食，花公用的钱哎，都想我的钱哎。Michael 哥啊，名牌包跟水煎包不一样，你要不要区分一下？对啊，不是，而且有一次更夸张，我们去那个 Outlet， 然后呢买运动，我儿子买运动服嘛，然后我就想说看到一件外套，我觉得很漂亮，打完折之后才1000多块。
原价3000多，快4000，可以啊。然后因为我儿子买3件，又在打8折哦，又在打8折，然后打完之后大概1000出头一点点，然后我就觉得很划算哎，然后我穿起来我觉得很好看，然后我儿子说妈妈，我觉得你穿这样很时髦，我说哦那太棒了，然后我准备转身要买的时候，他就说你很多了，然后我就说。可是我说之前那个我已经淘汰了，然后他就说，那你为什么要淘汰？我说那个就是已经不流行了。他说随便你。然后我很卑微，很卑微，我真的很卑微。然后我很想哭，那时候我眼泪快要掉下来。然后呢，我心里就告诉我自己说，我要买。我就想说，老娘要买。你知道为什么？因为如果今天我连1000块钱。他不让我买，我都不买的话，以后只要他不同意，你连一瓶养乐多都不能。对，所以我觉得我一定要盯住我的面子，然后我就这样走过去。走回去。好，然后我就说我要自己见的，然后他就这样在我面前叹了一口大气，就对你很失望的。对，然后我真的眼眶真的很红，然后我又很想哭。店员也听到了。对，那个店员也在在我面前。对，然后呢？现在讲的是断章取义。我上了车之后，我就很不爽，因为我儿子也在，然后我就跟他说买了还不爽。但是因为他给我那个脸色看，我真的很难受，我就说我自己也有在赚钱，我可以花我自己的钱，我就这样跟他讲，然后他就说随便你呀，1000块我都不管你了。我想说有这么严重？这个情绪勒索。对呀，我是花了10万还是100万？我觉得我女儿都活得比你有尊严。对，我也是这么觉得。所以才在乎人，我忍着眼眶，含着泪，然后我就跟他据理力争，我买了。那你以后穿那个1000块衣服，会不会觉得有不好的回忆？我那件外套有带来，所以我现在就是要穿给大家看。来，有多好看 ，Nike 的。对。然后它有一个包包，很时髦，然后你穿那个工装裤有没有？然后它是短版的，年轻，很年轻。然后它这里还有一个包包，它可以拆下来，很可爱。轻哎。对呀。有常穿吗？目前我还没穿。还是新的。听到了其中一个理由吧？他常买东西都不穿不用的。我看着他我也爽，争一口气。他买的是一个尊严。你是争下来，不是争口气。哎，我真的可不可以辩解一下？我忍好久。来，你辩解，我辩解。你说要断章取义的。对，来，我先从包包开始讲好了。包包没错，我曾经跟他讲过，我说你要买什么，你先卖掉多的，你可以买，你可以换新的，就是我讲的没有问题。可是他都卖了以后，他要买的都是他重复的，他已经有了的。比如说我们家的包包有几十个。都他的，特地买一个柜子让他放精品包，而且他这只是3层，其实还不止3层。哦，哇，我不要让我老婆看见了，她会羡慕。绝对是的，我都疯掉了。然后那个什么小费包，我说你买小费包干嘛？什么都不能装。他说没关系啊，这些就是他就是要费啊。然后一买又不是只买一个，我说啊，你这个根本呢，你背几次？没有背什么。好了，都摆在那里啊，都摆在柜子上啊，他都只是拿来欣赏。然后等打开，晚上在自己这边很开心啊，不拿来背，舍不得。那我不是不买给他哦，背了会旧。比如对他怕旧，那我就跟他讲说，你怎么会这样想啊？买给你你就背，你就当日常背，旧了就旧了，没关系。然后我就这样跟他讲，他就是不背，不止一次吧。我现在有背了，对，很少。然后呢，我们去，你真的很机车，里面有很多是你的拿掉了还可以放。你现在拍的这3层没有一个是我的，不好意思哦，这都你的。这个是小包。对呀，然后呢，都是你的，看得出来。比如说在欧洲，好啦，他说他想要一个什么包好手，我说好啊，走啊，我们去看啊。然后一到香叉叉。好，说有没有那个包？哎，讲了半天，他突然就拿出来给我们了，就是他梦寐以求。我说他还没回头问我，我马上包了。我也是这样子啊，因为他没有，我绝对很大方，他没有的。可是他买这种那么贵的包，是1年才买一次，还是说好几年才买一次？其实他不是说几年一次的问题，是因为他每一个包都跟我讲说，这个每一个包都很难买到，也的确是。然后每一个包都是经典包，不同牌子都是经典的。也对，那你就用啊，一个精品柜里面。几百万的包，然后拿来只是看，然后很少拿来背，那我就不能理解这种事情。其实他不懂时尚，所以因为包包是要配衣服的。没有，所以当你要在买的时候，你会不会抗拒？我会抗拒。一定会啊。
好，然后再来，他刚刚说那个运动外套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个运动外套发生在什么时候呢？是发生在我们家重新装潢完了。因为我就是为了给他大厨房嘛，我家里全部打成毛坯，全部重弄完了之后，我全部给他要的东西。上千万吧？500万以上。钱不研究，反正很多钱。然后呢，我就给他要的，他的衣柜，我都满足他。然后，但是他的衣服之前太多了，好，看来至少1/3的衣服。不是因为我之前他的衣服哦，在卖韩国服饰啦，所以有好看的。所以他挂完了新的衣柜之后，有1/3的衣服，他实在不晓得要放哪里，通通丢掉，而且都好好的。然后呢？为什么不让给我拿？我没有丢掉，他乱讲。我有时候会卖有的就是送给人，有的就是卖嘛，哈。然后好啦，然后呢，在我们整理完了之后，然后他就一直跟我讲，他说，我以后再乱买我真的要自己剁手了。他就这样一直跟我讲这个话哦。他说如果我再乱买，你要阻止我。我说我会。好，然后2个礼拜之后发生了他买这件运动外套的场合了。你说我要不要阻止他？因为他叫你阻止他。对呀，然后说我要剁手了，他认为买那么多，好了，然后现在我阻止他，他在跟我翻脸。可是他没有想到你真的相信了。刚才你们看到了那个小外套，牌子准备好，该买还是不该买？请举牌。要加上我说的那个时间点，统一评比。因为我觉得反正是花自己的钱嘛，自己赚的钱自己花，我觉得就 OK 啊。剁手就自己剁，对，自己处理，自己赏巴掌就买回来。你看这衣服多漂亮！我要外买了，不要你挂在上面说，哎呀，衣服很多，下次真的要剁手，反正是花自己的钱啊，无所谓。你有病哦你！突然间出发前剁手，我绝对不会买，然后一看到说，我从在这个节目第一次看到他，我就觉得他怪怪的。对，精神状态哈。那海伦海莉，我觉得1000块太便宜了，为什么不买？它 Nike 的哎，怎么这么便宜的 Nike 啦？一定要买的。这个不是数字的问题，是概念的问题。你刚才听到侯上面形容的那个东西吧？对，那个前因后果。没有，他没有跟他讲说提示他说我上次跟你说的，我说只要剁手，你没有讲啊，那你就突然发脾气，你没有提示他。我有讲啊，后来我还跟他讲，你才丢了一堆衣服，你现在要买，然后讲他就很不高兴，他说我是花我的钱，我就这样回我啊。我懂，因为这是可遇不可求的，有些东西真的就是这样。都是专柜小姐出来的。请问一下，你们邀请到这3位亲子人气，是真的是公道的、客观的专家吗？夫妻讲钱伤感情，婚姻岌岌可危。夫妻间哪一条钱一定吵？收入的不平衡，所以呢，在以前呢，关于房租啊、杂支啊，都是我在出的。OK。对，所以每次只要一出完那些费用，我的脸就会很臭，会让我觉得这个婚姻可能之后会走不下去。谢谢。浩如为什么不赞成？不赞成，因为自己讲的话不能自己打脸。不是，可是如果你再买衣服，他会一直说你已经丢了一大堆衣服，可是不可能，我这辈子不再买衣服了吧？我是说不乱买。我们把这个悬案先留着，情绪也留着。来，侯章明来。刚刚就吵啦。厨房餐具。你为他弄了大厨房，当然会买厨房餐具啊。对，我愿意呀。好，但是问题是，我觉得你买你所需要的，我都没有问题，你可以买。然后，但是呢，如果你已经有很多了，你就不要一直追。比如说，因为他吃饭，他太喜欢仪式感，太 gay 掰了，很 gay 掰的。我只是吃一套，我只是吃泡面哎。对，就像这样子。反正这是什么？这是我们日常在家里面你们的日常晚餐的时候。好，这个前几天亚兰他稍微煮一下，我们大家吃饭，那他就一定要摆餐垫，然后你看那个盘子上面有餐巾纸，有没有？哇，餐巾又是一个奇葩了。对，我说我们家自己吃饭不需要这样餐巾纸吧？那个是有客人来，大家可以嘛？我们用面纸就可以了，只是擦嘴擦鼻涕的。他说仪式感。好了，但是有一天呢，突然我在跟女儿视讯的时候，女儿突然说漏嘴了，她说：“妈妈，那个上次你叫我帮你买那些餐巾纸啊，那我是回去带过去还是怎么样？”就讲我说啊，我说
你秀给我看。然后他一看，哇，哎，好多，好多，漂亮哎，不觉得吗？这个只是冰山一角，真的仪式感，就是它就仪式感很强，在家里吃饭就很好看。赏心悦目，很棒啊！我就说好了，那就说你基本的你有了 OK 嘛哈，你光是一个木头的东西好了，这个汤匙也有啦，这碗有很多来了，大小小的盘、木碗、木盆，哎。哇，快都是一套一套。人家是米其林，他就是这样，他就是一套一套。不是，可是你知道吗？喜欢做菜的人就是喜欢把菜摆得很漂亮。就像你炒一个蛤蜊好了，蛤蜊你放在不同的盘子，给它不同的那个感觉，它就是不同的生命。那是。它可以是路边摊，也可以是餐厅。对。你那个习惯，那一套一套那个没有受我们什么影响吧？有。其实我就是去你们家看到你们这样子。对。所以你要怪他，他是启蒙，对，你知道吗？你跟秋姐，真的超启蒙的啦。来，我们3位人气，我们的亲子网红，你们夫妻间哪一条钱一定吵？叶宁，因为我们也是，我跟我先生也是各自的钱，但是是到近期才开始有共同账户这件事情。但是因为结婚之后加上有小孩。其实会有一种心理不平衡的感觉。谁不平衡了？那最主要是我心理不平衡，原因是因为其实我觉得在这个行业里面，尤其是 YouTuber KOL 的话，女生的工作性质会比较多，比如说像从保养、彩妆、发型、穿搭各种，然后到结婚。但男生的话，不是说完全没有，但是确实在一些可能商案上面会比较限缩，少很多，对。晚上的时候，小孩我哄完之后呢，睡完之后，我又要继续回信件、剪片、写企划、写脚本，这样好辛苦。对，然后我贤惠的不得了。对，往左边一看，看到先生在打电动，我心里就会不平衡。我想说，为什么你可以在我还在工作的时候，你还在打电动？那你觉得他应该干嘛比较好？我那时候就想说是，其实你可以把多花一点打电动的时间拿去运动，又或者是多花一点把打电动的时间，不是说不能打，而是你把3小时限缩在1个小时，其他2个小时你可以规划你频道的走向。对，又或者是说多花点时间减肥，减肥的话呢，你可以有不一样的形态在观众面前。我看过你老公之前的瘦的样子，真的蛮好看的，对不对？但是因为其实我不是那种破口大骂的类型，我没办法做到，我就觉得那样很伤感情，所以我是走那种理性，然后规劝，对，会去揉捏他心灵的那种。揉捏心灵，怎么揉捏啊？比如说就是很生气的时候，你为什么不减肥？我说你减下来会很帅，为什么你？我觉得你一定做得到。那你的方法会是什么？我来给你一点建议，你要不要听？所以刚刚看到昌明哥跟雅安姐他们那样对话，很可爱。我还没问很担心吧？非常可爱。所以为钱吵过没有？有，因为在之前，毕竟收入的不平衡，所以呢，在以前呢，关于房租啊、杂支啊，都是我在出的。OK。对，所以每次只要一出完那些费用，我的脸就会很臭。但有一天我真的受不了了，我就大概是在晚上半夜的时候剪完片之后，我就跟他真的是圆桌会议，我就跟他把我心里的不舒服跟他讲。我觉得这样子的不平衡，加上这样为钱这样出的话，等等，我觉得会让我觉得这个婚姻可能之后会走不下去，等等的这样。然后他也在那一次把他心里面的话，他自己觉得可能像是自信心啊，男生的自尊啊，或者是他在这个行业可能受到的限缩，他遇到的瓶颈，他才跟我讲出来。所以我们最后呢，也因为那次的圆桌会议，才找到一个方式。比如说现在的话，很好。他的话呢，就是把家里的一些杂支、水电费啊、杂支他出，然后我的话，对于房贷、车贷比较大的我来缴。那小孩学费的话，这个月我缴，下个月就换他缴，轮流。来，海伦为了跟你的老公为哪一条钱容易吵起来？开战。金钱观大对决，让夫妻现场大吵。夫妻间借钱该不该写借据？不用啊，伤感情啊。一定要写借据，因为呢，我以前的存款，他说我帮你投资，10年之后，他跟我说有这件事吗？为哪一条钱容易吵起来？开战。
就是买东西，因为我老公很喜欢买家电类。家电。对，我们家就是已经有。他会买很多台出来比较，会重复吗？对，会重复。会重复。他只要看到网络上介绍哪一台新的，他觉得不错，最新的有断发功能啊，然后最新的有自动集尘器，他就会再买一台。我们家就是有3台洗地机，2台吸尘器，都有在用吗？我跟你讲，每一台都会来比较。你们家有500平是不是？没有那么大，所以都送人啦。大家看到我们家就是来我们家说，你们家怎么那么多台？好了，你家没有是不是？好，送你啊。他的收入算稳定，而且还不错的。对我老公算是就是也是一个老板这样子，所以他就是看了就是想买什么就买什么。月收入6位数的大概都会这么任性的。特别喜欢买家电。对。凯莉呢？我们家最常因为教育基金吵架。教育基金。对，但是因为其实我们原本有个大前提，就是因为我们家是生女儿，然后2岁嘛，所以她现在正值就是要到托婴，但托婴就会有分。教育基金2岁而已，需要什么？就会有分公托啊，还是私托啊，所以也想要请教各位前辈。但是呢，因为我们原本结婚生小孩的时候，我们就有一个大前提，觉得女儿就是要富养。但是他发现，公托只要5、6千块。但是私托变成2万6、2万7，对。但因为我先生又是金牛座，所以他就会很在意 CP 值。富的养看怎么富啦，还是要看范畴、看领域、看项目。对啊。对，所以我就是用金牛座的角度跟他沟通，我就跟他说，我们在私托可以得到什么样子的东西，例如说常常带小孩出去散步，然后会用水洗屁股这一类的教育品质。对，他有被说服吗？他有被说服，但是因为我们现在又要准备上幼稚园了，所以又要再重新开始。我们要来进行女王大调查。夫妻间的金钱战争，这些状况你会怎么做？现在请准备好你们的牌子。来，你会怎么做？第一题。第一题，请问夫妻间借钱该不该写借据？该或不该，请选择。请举牌。昌明哥居然是不用写的，不用啊？为什么要写借据？我们不就是一家人吗？我们家彼此相信啊。所以你们的账户是一起的，对不对？对。那为什么该？永远就是为最坏的打算做准备。因为人心难测啊。的确可以理解，可以理解。而且我有实际案例。因为呢，我以前的存款，然后那时候我存了30万的存款嘛，他跟我说，你存在银行收那一点利息要干什么呢？根本做不了什么，没什么利息。他说我帮你投资。接着我就傻傻的说，好啊，然后我就把30万给他投资。那30万经过了数十年之后，他跟我说，有这件事吗？我的30万到现在都还没看到。亚兰，我不知道你怎么想了。我觉得30万已经变成了一个很大的厨房跟好几个包包了。所以一定要写借据，因为为什么？因为你才会记得，不然他会说30万有吗？有吗？但是要多少钱以上该写？多少钱？不是1200要写吗？对啊。还是2500、2800？万吧，差不多。5位数。对。只要5位数都要写借据。5位数以下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会写在 LINE 上。也是有一个凭据啦，有证据。就是对那个比较偏法律，那这个就属于那种乱传日，有个到底留个底啦。黄大明为什么觉得不用写借据？不是啊，因为2个人也会啊。不是，因为2个人结婚的一开始就是不是为了要分你我彼此中间有隔阂，而是为了2个人好好一起融入。经营家庭跟人生，所以我们的钱，你的钱，我的钱，然后大家借个1万块、5万块，然后写借据，我是觉得很伤感情啦。但大家认为应该有借据啦，彼此后面好挥啦，才会知道。要不然会很不清楚。对，没错。但是5位数认同他说的吧？说5位数，真的8万，我借你的啊。哎呦，自己计较那么多干嘛？你气不气？就像投资，先借你8万，先进去投资，那你滚了利息之后8万还给我啊？对啊，我的想法是理性。所以，来第2条。第2条，刚刚结婚2个月，老婆因为工作身份的关系，她有个账户的银行利息可以高一点，她要我把目前所有的300万积蓄全部汇到她那个账户，她说这样利息会赚比较多。
我考虑了一下，没有直接答应。老婆却觉得我不信任他，岳母也很生气。请问我该同意把钱汇过去吗？300万哦！哇塞，刚结婚2个月哦。好，该不该把钱汇过去？请举牌。女王团都是差。等一下，都差。啊？你们3个应该是个专柜小姐的，一个专柜小姐。菲利，你先讲为什么？我是比较理性的去思考，银行利息再怎么高都不会高到哪里去。他明确的告诉你说他5%，可他告诉你，对，但5%就是也没有到非常的多的钱。然后第二个他提到的是说岳母也很生气，但我就会可能会带入到婆婆的角色，我就会觉得关婆婆什么事。哦，对，我会觉得就你要用你的角度说服我，你不能用第3人去说服我。300万也不是小数目。可是他觉得说你为什么不信任我？他因为这一点生气呢？这个也是个奇绪，你要怎么办？那就要写借据。就要回到上一题吗？漂亮。改答案。对不对？要怎么会不要？不要啊。这边。因为我觉得这300万去了绝对不会回来了。因为你用300万在思考的，他还间接会300万。你们2夫妻目前2题 ，Michael 跟浩鲁答案都是一样的。哦，真的。侯昌明跟雅人2题都不一样。怎么这样？这里你就觉得该汇过去，为什么该汇？不是啊，因为你刚结婚2个月，但2个人要为了这个家庭努力去累积你们的那个财富啊。那为什么我们刚结婚的时候，你的存款都不让我知道？我不知道你有多少钱。他那时候是负债吧？你看，你不要那么尴尬的傻笑，你解释一下。没有，你说不是我在想那个时候，我那时候哪有什么钱？不，我刚结婚我没钱啊。我跟你交往4年，要准备结婚的时候，那时候你有多少钱，你也没有告诉我。没有，我们交往才1年，我们就住在一起了，你就知道是我买的啦，怎么会不知道？所以你刚开始那时候我们交往的时候，你才说哦，我带你去工地看看。雅兰啊，我的房间在那儿啊，你们俩去那里吵好不好？人夫联手做形象，一眼就被看破手脚。他希望我帮忙分担房贷。你要我帮忙付房贷，是为了你的资产在帮你付给你的房贷，这个不太对。婚姻不是算计了。你们两个在这个做形象这边，我觉得联合做形象是。雅兰啊，我的房间在那儿啊，你们俩去那里吵好不好？我们有些事情不好进行。你们吵得好细节哦。我觉得你们开始聊些流水账，好像要把我们带入你们的回忆里面。天蝎座是不是很恐怖？很细节。你们开始聊些流水账了。我们刚在一起，刚结婚，我们又不知道。我们先听听同意的怎么说，好不好？而且我真的Michael，没有啦，同意，因为刚刚已经同意说写借据了嘛，所以有什么关系嘞？当然，要钱就汇过去。没有啊，其实我就算刚刚没有写借据，可是我跟你讲，我也同意的是说，那你可以讲好，你这个利息如果结束之后，那你钱要还给我嘛。那你会怕说那钱回不来啊？因为你有金流，你汇到他的户头，那个金流就是成立了。好，300万汇给他，那边利息高。对，有了衍生出利息之后，你要他连本带利，再分一点利息给你，还是说本钱给我就好了？我的角度我是觉得本钱就好，因为就是为了这个家庭，我要多赚一点钱。你在面，比如说放了2年之后，利息有15万左右，那就15万啊。然后你会不会说来分个5万给我？那如果没有啊，我就看他，我会讲，哎，那你也要分多少利息给我？还是有嘛，为了这个家还是有嘛。那如果他15万拿去买包呢？刚才他说，哎呀，本钱给我就好了，要不要跟我分享一点点？怎么了？精神错乱呢？我没有想到怎么利息这么高。他自己每次讲的都对啊，利息好高嘞。好，我们最后一题。最后一题，结婚的时候我们有签了财产分开。老公婚前他父母资助他买了一间房，登记在他名下，目前还在缴贷款。婚后我们一起住进去，但他希望我帮忙分担房贷，理由是我也住在里面。请问我该付钱吗？准备，请举牌。我会觉得我会有条件啦，就是你要我负担也可以啊。那我会问你说，你要不要替我买保险？
然后我的保险你付钱，但我的受益人可能是我的爸爸妈妈或是其他人，但是你要不要帮我买保险？因为这个道理是一样的，因为这个房子不是我的，因为是婚前的。名字不是我的是吧？因为这是婚前的，然后也不在我的名下，我付辛酸的。那你也可以付一个付辛酸的付。我这边一半的意思是说，因为他要我帮忙分担，是因为住在里面，他的理由是住在里面需要付钱。对。如果只是这个理由，那表示你有钱付，可是你要我分担一点。对。那我可能不付。可是你有困难，希望我帮忙，我觉得我应该，因为我们是夫妻。但是你收入是15万，我收入是6万，所以你负担贷款，我们就照比例来。我觉得可能要少一点，因为我可能还要需要一点什么什么，这是可以谈的。开个小小的圆桌会议就可以。可以，我也觉得要谈。问题是现场4个圈3个叉，4个都认为该付哦。但我觉得我的付钱不会是说真的是，比如说房贷5万，我就付2万5。对，我会可能是那个对，不是那种，而是可能比例。然后另外是说，可能他付房贷，我把那个另外一半，比如说2万5的房贷，我不是付房贷，而是我把家里其他支出我来负责。然后有被晨晨哥说服，我后来也觉得就是应该要按比例，因为我原本觉得使用者付费，但是后来又觉得就是最后又都不是我的，那我可能就是会在付的过程，我可能会请他就是给我一些资产。应该你们两个在这个做形象这边，我觉得是，然后你们而且你们联合做形象。是，我觉得他这句话这样描述起来，就是我觉得婚姻不是算计了，重点是他是婚前的。婚前的在婚后就不并入夫妻共有的财产，没错。那如果是这样的话，2个人结婚本来就是住在一起，这天经地义嘛。那你要我帮忙付房贷，是为了你的资产在帮你付给你的房贷，这个不太对。那这个情况如果我是这个女的，我会说，那我可以多付一点菜钱啊。就像燕婷说的，那除非像陈刚有讲到一个点，除非哪一个月你的房贷你缴不太出来，我帮忙挡一下 ，OK。但是你不能把它视为好像我应该要帮你付你的财产。对，金钱没有办法直接带来幸福，但是它却是支撑生活柴米油盐酱醋茶的很重要的基础。重要。虽然俗话是说啦，谈钱伤感情，但我觉得谈不清楚钱更伤感情。找到双方都能够接受的平衡点，建立更健康稳固的消费共识。2个人一定要对人生的未来都是很爽的，期待它。好不好？祝福大家，祝福祝福。女王大人，下次见 ，See you， 拜拜。谢谢阿如姐，谢谢阿如姐，谢谢凯莉，谢谢Michael哥，谢谢海伦。快订阅未来中文台 YouTube 频道，开启小铃铛就可以看到最新的女王大人哦。